今天又把花儿姐请来了，再介绍一下，花姐呢是个建筑师，平时呢也是收藏一点艺术品。问问看，花姐就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时期的绘画？我要说到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就是非常充满了世俗的题材。当时的三杰嘛，就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其实呢，在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欧洲中部大陆主流的那个画派巴洛克画派，我觉得伦勃朗跟维米尔还蛮受巴洛克画派时期的那些影响的，尤其是他们对于像从卡拉瓦乔对于光影的应用，已经奠定了现代绘画的一个基础了。以前的那些宗教绘画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强调光影的。那你看到伦勃朗的画了里面，光影非常的强烈。维米尔的画作里面，它没有那么强烈的、非常戏剧化的那种光影的冲突，但是他的那些画相当的精准。维米尔的成就要归功于这个时代的大环境啊。他出生的城市是荷兰的代尔福特，代尔福特是荷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当时在荷兰那边，平民阶级的不是说那么经常的会给自己冠以一个姓。维米尔这个姓其实是在荷兰当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姓，它是一个 Vandermeer 的一个缩写，意思就是说从水里来，从湖里来的意思。为什么说它这个城市造就了维米尔？这个我们要回去说到荷兰黄金时代，最早说到荷兰的崛起，先要说到它的80年战争。80年战争是由当时的威廉奥兰治公爵带领大家从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脱离出来，独立的成立伊德兰的一个公国。当时欧洲的宗教矛盾主要体现是在天主教对于新教的一些压迫。荷兰建国以后，因为它重商主义，它对于新教啊，包括其他的很多教派，它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态度。正是由于对于宗教的一个包容，包括它的一个重商主义的大环境下面，造就了荷兰贸易跟远洋的大繁荣。荷兰最先开启了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它那个时候是坐拥自己一个军队去保护自己的舰队，开展整个殖民扩张跟贸易，从印度东南亚一直包括其实新西兰里面那个 Zealand 也是原来荷兰的一个地方，包括它后来还开拓了一个西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向西到了美洲大陆上面，建立了一个叫新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后来的纽约。它整个一个大的扩张带来了早期迅速完成了它财富的积累，从东南亚带来了很多奇珍异宝，极大的丰富了国内的贸易手工业，它带来了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兴起。那这个时候其实风俗画它的诞生也是源自于资产阶级对于自己世俗生活描绘的一些需求，从以前的以宗教题材歌颂宗教里面或者神话里面的一些叙事，转变到开始关注一些世俗的生活。荷兰黄金时代他画的那些题材，与其说关注于人，不如说关注于财富。它有很多关于财富的一些象征的东西，很多元素都会被放进画作的题材当中。其实维米尔家里的条件算是还是不错的，应该是当时的一个中产以上的一个水平了。他的父亲是一个丝绸织造商和一个艺术品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继承父亲的生意，没有去做一个商人，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你知道维米尔他和他的妻子一共生育了有12个孩子，其实维米尔去世的时候也只有43岁，但你看很多传记里面都写说他最后是宣告破产了，不是说他家里面真的是很穷的揭不开锅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家孩子太多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其实也是要反过来再要回去说一说当时的这个时代大背景。荷兰的黄金时代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但是它不是说当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它一直是一帆风顺，在欧洲是坐拥一个整个经济或者整个贸易上的一个霸主。维米尔死的时候是1675年，那1672年是荷兰的大灾年，当时的路易14攻破了当时荷兰、瑞典还有英国的同盟，最后对荷兰大举的入侵，导致了荷兰整个在贸易霸主的地位上的动摇。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又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从商，导致他家里的整个一个产业无以为继，最后由盛转衰到宣告破产。我们现在回来看整个艺术史，维米尔是当时荷兰黄金时代的三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但是投射在当时时代里面的可能也只是一粒微尘一粒沙，胳膊是挽不过整个时代的一架大马车，从他身上就呼啸而过碾过去了。代尔福特是当时荷兰黄金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它是东印度公司的6大办公室之一的一个城市。代尔福特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过磅房，就是它很多回来货物称重的一个地方。这个港口跟贸易就造就了当地很多手工业它的一些兴盛，对于外来的舶来品的一些狂热跟追逐。维米尔他自己的画里面其实有一幅就是画代尔福特港的，
你能看到当时的繁华，整个城市的一个繁荣。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画风景的作品。他画的风景的和城市街道的有那么2、3幅，这个是戴尔福特当时一个城市街道，你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整个建筑风格，其实已经和当时中部大陆巴洛克时期的金碧辉煌的那些建筑已经开始有艺术审美上的分离了。你看到当时维米尔的画里面，相对来说它反而是朴素的一些素墙，在地上用一些比如说棋盘格的一些地砖去做装饰。说回到当时的它整个一个贸易，从东南亚从中国带回了很多的工艺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的瓷器。戴尔福特对于整个瓷器的一个狂热，造就了他最后对于中国青花瓷的模仿，催生出了戴尔福特的蓝陶。维米尔的画里面有很多小的那些细节，都会在旁边有一些蓝陶的一些器物放在那边。在他很有名的一张画《倒牛奶的女仆》，他画的那个场景，远处墙根底下用的是当时烧出来的那个陶片去做它的踢脚线。维米尔的很多风俗画里面，他很多墙上的装饰都是和他当时整个城市跟整个国家的产业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他的很多画里面都会在墙上挂航海图，这个其实就是跟他当时的远洋贸易跟殖民扩张是离不开的。包括你会看到维米尔的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波斯地毯。当中最有意思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老鸨，画面上面一共是4个人物，戴黑头巾的那个是个老鸨，黄衣服的是妓女和她的一个情夫，旁边有一个乐手，这个乐手据传说是维米尔的自画像。老鸨、情夫跟妓女他们3个人的视线其实相对来说是集中在他们当时在看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乐手他的视线是看出画外的。画面的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这4个人物的关系，但下半部分被这张波斯地毯整个给遮住了。你会看到这张波斯地毯它当时的这个纹样是非常精美的一些图案，这个波斯地毯都不是铺在地上的，更多的是放在桌上作为一个欣赏的这么一个工艺品。你会看到我们现在会把爱马仕的丝巾裱起来，把它作为一个艺术品去欣赏，而不作为一个实用的一个物件，其实挺能呼应当时的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的这种审美，对于工艺品的这种物件它的审美的价值，它的这种欣赏。纵观维米尔的这些画作，你就感觉就是在看那年的小红书一样。我觉得如果但凡当时是有电商的话，维米尔应该是一个头部博主，他种草种的都非常的不经意间给你放一点小东西，包括像这些画面里面的人物，他们的衣着打扮啊，所以在他的画作当中，是不是这些首饰也是一大亮点？大家其实最熟知的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嘛，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它一共是37幅画作，排除掉它有争议的有3幅画，一共是34幅，然后里面一大部分都是女性，画女性的画里面又有一大部分都是带着珍珠的。维米尔是特别喜欢画珍珠。既然说到珍珠，我们不得不说到澳洲的澳白珍珠。澳白珍珠是澳洲的南洋珍珠，在全世界珍珠产地出产的海洋珠里位列最顶级。由于澳洲当地产区的气候和洋流关系，以及本身的母贝是银纯珠母贝，澳白珍珠相较于其他产区的珍珠点位更大，且珠层更厚。L'Oreal 是专注于优质的澳白珍珠和闪电岭黑欧泊的品牌，只选用澳洲的南洋珍珠和欧泊，未经人工处理，呈现自然状态的宝石。L'Oreal 邀请荣获国际奖项的珠宝设计师打造成熟的珠宝系列，高级珠宝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审美喜好量身定制。戴珍珠的人都知道这里边门道有多深。维米尔非常喜欢画珍珠，而且他画珍珠画的就非常的聪明。你看到他很多画珍珠项链的时候，他不是说一颗一颗的去画，它的暗部其实是统一的一串的颜色。怎么样去区分一颗一颗珠串上的珍珠？它其实是用珍珠上的高光，就是他非常善用的一个技法。他是掌握了一定基础的光学的知识，才能画成这个样子。这个不得不说，当时在戴尔福特他的一个邻居，也是历史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列文虎克。这个我们中学学物理大家都学过，列文虎克是显微镜的发明者。据传维米尔是从列文虎克那边有学到了一些基础的光学知识，他后期的很多绘画布景其实都是运用了一些光学的知识，这也是很多人去质疑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艺术，因为他用了科技与狠活嘛。但实际上你回到今天来看，其实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一个表现。放到现在这个语境下，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利用 AI 去进行一些创作，就在这个时代其实还是有点模糊的。但是说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实际上在当时这幅画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它这幅画很贵，贵是贵在哪儿呢？因为当时群青这种颜料非常贵，大部分的它的那些画其实是一个近景到中景描述这么一个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它是为数不多的一幅类似于像一个肖像画，它是给一个特写的。你看它头上那个头带用了多少蓝？你看，就是后人所追捧的基本都是这种
单张的女性的半身的大头肖像，大家可能会特别关注这个人物她背后的一些故事，就为什么会画这个女性，或者说这个画的人是谁，然后会引发出一系列对这个背后故事的这种猜想。我其实喜欢维米尔的画，更多的是想通过维米尔的画去了解一下当时的生活的百态。我去看它里面很多室内的一些陈设，它的一些装饰。维米尔的很多画里面都会喜欢用一种光，就是从左上方开一个窗户，这个窗户里面左上45度角往下射进一道光，它里面有很多那些窗户都是那种 stained glass， 就是彩色的玻璃，包括我们说的地上铺很多那种棋盘格纹饰的那些瓷砖。还有维米尔的画里面会经常出现2种乐器，一种叫做 sitar， 它叫希特琴，它不是印度音乐里的那个西塔琴。 sitar 跟 guitar 是同宗同源的，都是属于欧洲的古的弦乐器发展过来的。除了希特琴以外，我还发现有一个在维米尔画里面经常出现的叫做 Virginal 维金纳琴，它是说是一个古典的羽毛弦琴。维金纳琴是一个键盘乐器，每一个键对应的是一根弦，装在一个箱子里面，箱盖打开了以后，你看到很多维金纳琴的箱盖里面也是有绘画的。你与其说它是个乐器，不如说它是个工艺品。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它的那个音色是比较像少女的，所以它叫 Virginal。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它就是给少女弹的，所以它叫 Virginal。从那个年代到我们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很多东西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从这些绘画当中呢，也能看到，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没变的，包括说对美好事物的这种向往。我们从维米尔的画中能看到里面的这些室内的场景，其实你放到现在也不过时。除了这些装束厚重的这种衣服，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放在博物馆里面了。但是，比方像他们戴的这些首饰啊、珍珠啊、五彩光芒的这些饰品，它是有一种永恒性在的。说到路易14嘛，法国的太阳王，他本身对于建筑跟艺术其实也是有很多推动的贡献的。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贝聿铭的那一期嘛，说到他的那个玻璃金字塔呼应了整个卢浮宫一直到凯旋门的那条中轴线。但实际上除了卢浮宫的那条正的中轴线以外，它其实旁边还有一条斜的一条轴，从那个歌剧院大道一直到巴黎歌剧院。路易14他首先是把他的宫殿搬到了凡尔赛宫，虽然他这条中轴线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大笔会直接确定的，但是他对于整个市政的一个规划跟改造，最终确立了有这么一条轴线，由歌剧院大道最后到了巴黎歌剧院。那你要说到巴黎歌剧院，你又可以回到鲍豪斯的那一期，我们有说到 École des Beaux-Arts，Charles Garnier 他就是从 École des Beaux-Arts 毕业的，他深受了 Beaux-Arts 的影响，所以你看到最后的巴黎歌剧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Beaux-Arts 风格的一个建筑。其实整个建筑文脉都是跟这个历史当中的很多大事件有关联的。